说到劳力士，除了琳琅满目的 Datejust，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 Submariner。Submariner 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款潜水表，但是从很多层面上都定义了整个潜水表的发展史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，劳力士运动款里面的扛把子 Submariner。首先，简单的和大家聊一下 Submariner 的历史。大家都知道，劳力士的创始人 Hans Wilsdorf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和一个营销大咖，而且和普通的老板不一样，这哥们儿还很愿意接受新鲜事物，也愿意听取同事的意见。当时，劳力士的一名叫做小 R 的董事是一名潜水爱好者，也就是因为他，劳力士就有了发行第一款潜水表的想法。我个人认为，劳力士推出一款潜水的手表，在当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，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，劳力士已经做出了100米防水的 Oyster Perpetual， 然后他们的设计理念呢，又是设计可以日常佩戴的专业计时工具。就这样，在1953年的时候，劳力士推出了3款运动手表，而其中一款呢，就是最早的 Submariner， 参考号是6204。和 Submariner 同时推出的呢，还有劳力士的探险家和 Turnograph。探险家系列呢，后来也成为了劳力士运动款里面最经典的设计之一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和大家来细聊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款的 Submariner 1146060。说是最新的一款，其实只是在 Submariner 一代又一代更新换代中最新的一代。而这个1146060这一款呢，其实也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。首先说一下表壳，这一代的 Submariner 用了劳力士所谓的 Super Case， 所以整体看起来就像打了激素一样，强壮了很多。Super Case 最早用于2005年推出的 GMT Master 2 116718上面，然后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基本上所有的运动款手表都运用了 Super Case。 我知道许多表友对 Super Case 也是各有各的看法，即使已经推出了15年，我偶尔也会在手表的论坛里看到有人抱怨 Super Case， 说他们太浮夸或者太张扬，而且很怀念那些过去更为经典的设计。视觉上来讲呢，一些人不喜欢 Super Case 的原因是因为表耳太宽了，所以表壳整体看起来很方。曾经听到一个版本是宽的表耳可以让表壳承受更多次的打磨，因为手表维护其中的一项就是通过再次打磨表壳，将一些个刮痕啊或者上面的伤痕啊都去掉。但是抛光的次数多了呢，表耳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细，最后连那个 spring boss 都会露出来，就显得很不美观。然后有了这个 Super Case 的很宽的表耳之后呢，就会承受更多次的打磨。当然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也不是100%确定，所以仅供参考。对于 Super Case 我其实个人没有任何偏好，在我看来 Super Case 和以前的设计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，没有说谁好或者不好。喜欢上一代 Case Design 的人呢，可能是因为怀念那个时候Submariner 只是一个纯粹的潜水计时工具，而现在的 Submariner 很多时候被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。今年9月份，劳力士会发布2020年的新款手表，最值得期待的一点就是劳力士会不会把 Submariner 的表壳缩小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，也许很多年后我们再拿起这个时代的 Super Case， 我们可能也会像现在的人怀念以前的表壳设计那样怀念现在的这个 Super Case。然后表壳的数据呢，表径是40毫米，厚度是12.5毫米，长度大概是47毫米，所以戴起来其实是蛮舒服的。如果你的手腕的宽度在50毫米以上或者左右，其实都是完全可以驾驭，没有问题的。表壳的背面呢是有很深的凸起，所以我个人戴起来会觉得没有非常的贴合，这是我唯一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。但我知道这样设计也有它考量的地方，因为如果它设计的很平的话，就代表两边需要更多的金属，那么整个手表戴起来就会偏重。当然我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，也是因为每个人的手腕不一样，也许对于其他人来讲，不同的大小或者弧度会造成不同的佩戴体验，也说不定。下面我们来聊一下表盘。和以往的 Subs 一样，纯黑色的表盘和白色的小时标记产生了非常强的对比，让阅读时间非常容易，只要轻轻一瞥，你就已经知道你已经迟到了。为了保持常年的不褪色，小时标记和指针用的都是 18K 白金。
我不知道是因为打磨的原因还是材质的原因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指针和小时标记反射光的时候的样子，并没有很刺眼，同时也并没有让它们暗淡的直接丢失在整个表盘里。在表壳变成 Super Case 的同时，劳力士也推出了 Maxi Dial， 所以指针和小时标记也都变大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不然整体看起来会非常的不平衡。对于表盘，我唯一不是很喜欢的就是表盘下半部分的4行小作文 Superlative 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， 真的需要这么详细吗？如果没有这行多余的字的话，我觉得整个表盘会看起来更加协调，尤其是这个 Superlative Chronometer 这行字要比其他3行字都要长，所以就显得更突兀。表盘上用的夜光涂层呢，是劳力士自产的所谓的 Chromalight， 亮起来的颜色是蓝色，亮度呢没得说，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使用这个 UV Light 照亮的效果。但是和以前绿色的 Superluminova 比起来的话，夜光保持的时间较为短一点。但是我经过个人测试过，保持一夜，第二天睡醒觉还是亮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下面说一下表圈，我觉得表圈绝对是 Submariner 的最大的亮点。原因呢，并不是因为它的外观，而是它转动起来的感觉。这绝对是我撞过最有手感的表圈，同时也是声音最大的。所以在办公室一定要忍住，不要去乱转。120声响，每一声都清脆的送到你耳朵里。因为表圈的锯齿很脆，握起来非常容易，但是也因为锯齿很锋利，刮伤你的女朋友呢和你的袖子，都是你戴这款表的修行。表圈的材料是黑色陶瓷，在强光下呈黑灰色，看起来要比表盘的黑饱和度稍微弱一点。应该是因为材料不同的原因，所以对光的反射也不一样。因为陶瓷是不会刮坏的，也不会掉色，但是和以前的铝圈相比，陶瓷是可以摔碎的，而且听说单换一个表圈需要400多磅，所以还是要小心对待。表链戴起来很舒服，也很贴合你的手腕。我这里着重想聊的是 Submariner 的表扣，这绝对是所有品牌里运动表的标杆。在表扣这里轻轻一提，就可以打开这个所谓的 Glide Lock， 然后调节表链的长度。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实用，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，早晚温差会很大，有了这个滑扣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不借助任何工具的调整长度。最后说一下这个机芯，这款机芯用的是 COSC Certified 3130机芯，48小时的动能储存，误差是每天快慢2秒这个范围内。因为用了劳力士自产的 Parachrome 弹簧，所以抗震和抗温的效果都很好，即使做极限运动也都扛得住。当然对于我这个 Desk Diver 没有任何的影响，因为我不会对它造成任何的伤害，每天戴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。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如果你想拥有一只有传承、有历史、有故事的手表，那么 Submariner 绝对是不会错的。如果你说你不在乎那些故事和历史，你只想拥有一款耐用、百搭且省心的手表，那么 Submariner 也是不会错的。如果你不喜欢114060的 Super Case 和 Maxi Dial，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14060或者14060M， 这2款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需要日历功能的话，那么可以看一下116610。如果你想拥有一款 Submariner， 但是却想要与众不同的外观，那么我推荐大家看一下16610 LV Kermit 和11660 LV Hulk 这2款。当然了，因为它们的外观不同，所以说你需要的预算也就稍微高一点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